找了个帽子，怎么戴，都感觉挺别扭，不合适。哼，上山上溜达溜达了，找一个静点地方，也就这儿了。车还能上来，放一段音乐。这个音乐在嘈杂的地方听不来效果，没有感觉。带大家欣赏着美景来了。我应该给大家讲一段我创业中的故事哈，挑一段有意思的啊。先起个头，小时候爱看那电视剧哈，都是关于乡村方面的。刘老根那个最后那个触动非常大。还有那个潘长江演的那个清凌凌的水蓝蓝天那个也是，我就特别爱看这些乡村这些创业故事，但是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头衔哈，都是村主任什么的。这些电视剧在我创业中它是起很大作用的啊。搞这个乡村旅游、山庄之后，那个中间遇到一些困难，比如说那个像胡科啦这类的人物，冯乡长这类的人物，各个部门啊为难哈。我就想啊，如果我们要创业也遇到这些问题怎么整？你看那个电视剧中的人物刘老根，他还有一个啥呢？也有个靠山，县委书记啊或者市长啥的，有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找人老领导解决解决。在我们创业的时候，我们担心这些事儿。两个年轻人，25、6岁，27、8岁，性格呢还是比较内向，家里也没有这什么好亲戚好关系，但我们就想了一招啊，把我们的想法，想建设家乡、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，去跟那个我们五常市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说一说，找个大官当靠山，得到支持。我俩就是到五常了，到五常找个小旅店，记得好像在那个旅店住了1个礼拜。开始去呢，那个旅店没有网，但是隔壁是个网吧。我们当时就花了一笔钱呢，好像是3、4千块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。当时也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啥的，什么查信息啥的，都得通过电脑。正好呢能连上那个网吧的网。其实也有电脑间，电脑间贵，电脑间好像是30左右，一个小旅店啊。但是我们住了一个是20的，一张床啊。我和我合伙人呢就住那一张床上啊。屋地下面积也不大啊，基本上我俩站在块儿都紧紧巴巴的了。吃了买了一箱老坛酸菜，当时记得好像是31箱啊，老酸菜。买了2个小塑料盆，想买那个不锈钢的，当时就看着那个塑料的了，买2个塑料盆，完了搁这泡方便面。开始在网上查资料，我们也得查查这个市委书记、市长是谁呀，咱也不认识啊。寻思在网上看一看啊，长啥样。完了之后做功课1天多，想法这个写成个稿，就是什么建设家乡啊，想通过乡村旅游这样式的，像刘老根一样怎么样的，就把这些都写出来了。完了带着这稿，完了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上政府了。我们五常市政府还挺好，没有那个院墙啊，没有那个什么大院门啥的、大院墙啥的，直接是政府楼。我们也不敢进呐，因为性格不是说那种特别外向的，我俩性格都特别内向，都是不敢进。思前想后，我俩还是进去了。到门口有那啥的，有看门的，问我俩找谁。我俩说找市委书记。他说你找市委书记啊？他也愣了一下，有点记不准了，他怎么说了的，就是没让我俩进。这没让进呢，咋整啊？我俩就是回来了。回来又研究来研究去呀，终于好像研究几天，大概第4天的左右吧，第4天的左右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就是写一封非常真挚感人的信给市委书记寄去。大门进不去啊，就得想了这招了啊。完了我们就在网上查，不光写一封信，市委书记、市长，还有，反正这个前7位吧，副市长什么我们都写了，内容是一样的啊。大概内容就是2个农村人想改变家乡面貌，通过乡村旅游。虽然我们书没念好但是老师告诉了，必定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建设家乡。那些
学习好、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他肯定是不回来了，人家都留在城市。这些老人呢，辛辛苦苦的攒钱，把自己孩子供出去了，挣人